平息恐惧，穿越困境前行。阿波罗13号飞船因1970年那个困难重重的登月任务而闻名，人们还以一部电影来纪念这个伟大事件。但事实上，上一部爆炸迫使宇航员中途放弃并拐道返回地球之前，这个任务早就备受干扰。在训练期间，宇航员们反复恶心，其中几位还患上了癫痫。项目负责人判断可能是溢出火箭的燃料气体造成的，所以请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巴里·斯特曼，让他来分析是否是这个原因。此前，斯特曼研究猫的睡眠类型，认为当动物处于放松状态时，它们会产生14赫兹的脑波频率，它被称为感觉运动节律 SMR。 他很好奇猫是否能够随意产生这种脑波频率，于是将它们连接到脑电图 EEG 仪器上，读出它们的脑波情况。每当它们提高 SMR， 就奖励它们牛奶和鸡汤。猫很快就弄懂了频繁地提高它们的 SMR 来获得牛奶和鸡汤。为了查找原因，美国宇航局要求进行另一项完全不同的项目。斯特曼同意火箭燃料测试，将他的一群猫暴露在火箭燃料气体里。果然，许多猫出现了与宇航员相同的反应。火箭燃料气体确实会引起癫痫。这些研究员还有另外一个惊人的收获。经过训练提高 SMR 的猫所做出的反应和没有经过训练的猫是迥然不同的。斯特曼发现，习惯于产生高于14赫兹脑波的猫更能克服它们的神经系统里的毒素的影响。斯特曼还偶然发现，一种训练大脑的过程，现在称为神经反馈，对我们治疗焦虑、抑郁和其他精神疾病有着明显的效果。他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如果猫都能改变它们的大脑活动，改善身体状况，那么人类当然也可以。改变大脑活动，你对应的精神状态，比如从悲伤到喜悦，反过来也能让你控制你的反应。窍门就是学会将你的注意力从那些令你压抑和焦虑的事情上移开。当你打断焦虑思路，你就会激起重要的生理改变。只是将你的注意力从释放一氧化氮的问题上移开，这会减轻炎症，激活治疗过程，抑制应激激素，降低血压和心率，使思维更清晰。这个调整过程是需要练习的，然而一旦你掌握了它，就能随意地使身心获得安宁，这将对你的人生观产生重大的影响。当你关注的是那些让你平静的事情，而不是内心的纠结，你就不会焦虑。本书所提供的几种方法将教你如何培养注意力转移的本领，这种本领会产生连锁反应。一旦你学会让自己经常处在乐观无忧的精神状态里，你将能清除那些让你远离目标的障碍，让你对生活有更强的控制力，更有责任感。这样的话，你在收获成功和欢乐的道路上会走得更远。几乎任何一种吸引你的注意力，带给你积极心态的活动，都能帮助你消除焦虑。举个例子，凯尔西是一位治疗师，也是我的一名学生。他曾摔了一跤，患上严重的脑损伤，他的身体在慢慢的衰竭，之后就难以集中精神，也难以条理清晰地进行思考。当医生告诉他他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却想出了自己的方法，通过重复进行文字游戏和记忆训练来训练思维。每天他都要玩3个添字游戏，记忆5个新单词，并复习前一天的内容。这样他在学习有趣的东西之后，再学习枯燥的，然后自问自答与所读内容相关的问题。不仅如此，
他还玩俄罗斯方块，这种游戏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他发现，当他反复回想前一天和前一周的对话时，他的记忆力明显提升。他也意识到，在休息的时候，他的表现更加出色。总之，他发现这种训练让他备受鼓舞，尤其是感觉到自己在进步的时候。在大约9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会训练20分钟。渐渐的，他发现，经过练习，大脑神经回路会对记忆力、注意力和毅力进行再度训练，他的思路变得更加清晰，于是他重返工作岗位。文字游戏和记忆训练对凯尔西有效，你也可以选择电视游戏、乐器演奏或唱歌、智力游戏、体育游戏等。心流是一种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当置身于这种状态，你就不会产生焦虑思绪。与所有的大脑训练一样，你练得越多，效果就越持久。大脑是个墨守成规的家伙。多年以前，唐纳德·古德温和他在华盛顿精神学部的同事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志愿者。这个实验需要大学生喝酒直到喝醉，一旦喝了酒，他们就被引导着记忆没有意义的词语。之后呢，用分数记录他们的记忆情况。等学生们清醒了，研究者再对他们的记忆进行测试，然后发现他们清醒状态的表现没有醉酒状态时出色。为了排除分数出现差别是因为2次记忆之间有时间间隔这一原因，研究者让学生们再次喝醉，不允许他们有时间间隔进行回顾。研究者立刻对他们进行了测试，结果令他们震惊。学生们在第3次即再次醉酒状态的测试表现和第1次的测试是一样的，却比第2次的测试要出色。这就表明，当你在同一种精神状态中学习时，你的记忆是最好的。所以，下次你因为忘记了一条重要信息而备受挫折时，尝试将自己置身于你第1次学习这条信息的精神状态里。那是信息被编码的方式，也是最能重新找回它的地方。对于重新体验某种情绪，这种方法同样有效。我们常常被教育，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就必须面对它，像啃着骨头的狗一样对着问题紧咬不放，直到找到解决办法。但是那完全是一个错误。每当我们遭遇麻烦或令人焦虑的事情，大脑就会在神经通路中进行标记，将注意力集中在问题或事件上。比如呢，在过去的某件事情上反复纠结，试图找出你还能做的事情，这样只会让那些神经通道更加活跃，让你困在同样的思维模式里，就是你第1次遇见问题时的那种思维模式。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的同一水平思维来解决问题。然而，当我们处在积极的精神状态时，像信心、勇气、毅力和乐观这样的内在资源一般都会被编码。我们必须回到那种精神状态里。决心进入自己所期待的状态是需要耐心和练习的，正如我们的客户戴维体验到的一样，他正在艰难的离婚，过程困难重重。他惊讶地发现，除了像愤怒和悲伤这些他能预料到的情绪，焦虑正在慢慢地将他击垮。对未来的想象，哪怕只是瞬间闪过，也会让他心悸不已。孩子们想不想和他一起度假？他们会不会找别人来代替他父亲的身份，向那个人寻求支持和指导？如果他们永远也不能接受他的女朋友，而女朋友也受够了这些闹剧而选择离开，他又该怎么办？离婚后，他变成了穷光蛋，又将如何支付他们的大学费用？戴维读过很多励志书籍，
严格按照书上的建议，试着深呼吸，回忆高兴的事情，以抑制焦虑。当他尝试放松缓慢的呼吸时，他发现他的紧张感在增强，心率在升高，于是一连串的消极思想和感受出现了。尤其是晚上，他尝试入睡的时候。我们见到戴维的时候，他已经试过10几种技巧，但没有一种能奏效。我们安慰他，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这些技巧没有起作用，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大脑是如何运作的。大脑是系统性的，记录情绪和行为的模式，将它们放置在记忆里，然后将它们运转成特定的精神状态。我们不自觉地能记住某些事情给予我们的某种感受，通过唤醒这些感受，我们就能激起那时候的精神状态。但是从强烈的焦虑感一下子转变到极端的放松状态，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必须建立一座桥，将2种对立的极端状态连接好。如果戴维想要摆脱他的焦虑，需要学会慢慢地进入一种新的精神状态。那让我们想象一下，在1到10的范围内，1代表完全放松，10代表恐慌。那么在他回家的那天晚上，他的焦虑水平将达到10。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他真的非常接近10了。那他会做些什么来将这个数值降到9呢？他说他会给自己放一些音乐，我们让他继续努力，问他接下来怎么做才能将数值降到8。他说带着狗去溜一圈，让自己很放松。我们让他制定出具体的步骤，按照步骤执行来将数值慢慢的减少。通过这样，他的思想远离所有无法回答的问题及其带来的恐惧。这些问题不会同时发生，所以我们可以帮助他各个攻破。带着狗散步不仅可以亲近自然，还是一种让人放松的有效方法。散步可以刺激创造性思维，所以你可以在散步时集中精神，想出消除其中一种恐惧的计划。我们建议戴维想象自己可以找到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如果他并不清楚那些办法具体是什么，因为创造性的解决办法通常需要在脑海里酝酿一段时间才会成型，那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想象你拥有阿基米德那样的发现时刻。戴维进行了散步和想象的实验，很快就感觉自己好受多了。他相信已经找到了一个成功的方法来解决曾担忧的如果就会的假设问题。由于对自己迎接生活里所有的挑战，特别是维持和孩子的关系的能力缺乏信心，戴维的焦虑加剧了。为了完全摆脱焦虑的枷锁，他需要逃离第一次感到焦虑时的那种思维模式。我们安抚了他，离婚后可能遇到的麻烦是，他同时需要找到可以让自己自信地解决问题的情绪来源。在我们的鼓励下，他开始回忆他下决心来完成某件事情的所有时刻，从取得硕士学位到学习吹口琴。每当他感觉到焦虑悄然而至的时候，回忆那些时刻可以增强信心。他越是将自己调整到无反应的思维状态，就越有创造性，越机智，适应性越强，直到他能够优雅和平静地主宰离婚后的生活。用不同的办法让心情得到放松的实验，将会为你绘制一张有利于改变情绪的蓝图。你将知道，如果消去那些棱角，你会有一定的进步。如果需要完全放松，你就需要进入热水缸里舒舒服服泡个澡。如果2者你都不能完成，只是回忆在完成某一些事情时的感受，也足够能让你产生相应的精神状态。获得适当的精神状态，不管是勇气、好奇还是坚定的信念，这是战胜所有逆境的前提条件。
控制精神是可能的。我们的精神和情绪状态都是脑波的产物。当你的神经元发出电流信息，就在大脑中激活了一个能使你完成任务的过程。那如果信息发送顺利，你就会头脑敏锐，在轻松、舒适、平静中度过一天。比如付账时你很专心和警觉，这就要求一种快速频率的脑波，叫贝塔波。当你需要沉思或者领取报酬的时候，你的大脑很容易发出频率较慢的阿尔法波。当你开始考虑将来如何支付某项费用的时候，大脑就会产生频率更慢的西塔波，来帮助你想出解决方法。而当你解决了某些潜在的问题而庆祝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返回到阿尔法波状态。拥有一个平衡型大脑，意味着你很容易在不同的大脑状态间熟练地切换，以一种友好、充满安全感、接纳性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那失衡的大脑则相反，你很难在不同的大脑状态里转变，也很难改变你对世界的认知。例如，如果大脑被困在不停重复的想法里，这种淤塞可能会让你透过一个狭窄的、带着威胁、危险和孤僻的色彩的镜头来看待生活。那如果你很难从白日梦中摆脱出来，集中精神到课堂上，那表明你的大脑正挣扎着转变到另一种状态。但好消息是，你对大脑的状态的控制比想象中的要强得多。人体电，脑电。你的大脑在不断地发射电脉冲，电脉冲可以用赫兹来计量，它的意思是每秒脑电活动的周期。电波分为5种，赫兹范围从 0.05 赫兹到100赫兹。占主导地位的脑波决定着你的大脑状态，这会令你产生相应的情绪。处在任何一种脑波状态的时间太长或太短，都会让你无法更好地完成一件事。这5种脑波总是同时运作，尽管它的比率随着你的活动的改变而改变。有时其中一种占据了主导地位，哪怕是在你的新活动需要另一种脑波时，也不避让。这时问题就接踵而来了。阅读需要频率较快的脑波，让你对书本保持兴趣。那如果在阅读时你思绪恍惚并觉得无聊，那这意味着频率较慢的脑波正在增加。如果你要睡觉了，但频率较快的脑波并没有弱下来，那你要躺在床上数很长时间的绵羊。那为了弄清楚哪些脑波可以用来消除焦虑，你需要更加了解每种脑波的情况。我们利用贝塔波12至35赫兹来完成认知任务和集中注意力。人体总是试图保持平衡，当你处于贝塔波时间过长，尤其是你需要放松的时候，你最终只能感受到焦虑和抑郁。比如朋友们要来你家做客，你意识到需要打扫卫生，所以呢，你的贝塔波启动了，帮助你完成这件事。通常来说呢，当你开始打扫，房间渐渐整洁起来的时候，一种新的脑波就会占据主导优势。但是如果贝塔波一直占据着主导位置，毫不退让，那你在清扫的时候就会开始为客人觉得房子够不够干净而着急，那这就导致你很担心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打扫房间，然后又导致担心，如果房子不够干净的话，客人们会怎么想你？那一种担忧引起另一种担忧，你在里面不停地转圈，直到焦虑将你压倒。你很难切断焦虑思想，得到放松。现在贝塔波里的人往往会过度关注负面信息，将事情想得比实际要严重得多，那结果就导致灾难化思想的出现。比如一位母亲处在贝塔波里，她过度关注自己孩子糟糕的成绩，她
他的想象可能像脱缰的野马，让自己确信孩子永远都上不了好大学。母亲想着，只要不停地关注如何提升儿子的成绩，就能摸索出解决的办法。然而他反复地纠结这个问题，却不尝试转换自己的精神状态，这只会让他陷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中，而这种境地不利于创新性的解决方法的产生。要摆脱这种僵化思维的唯一出路就是转变大脑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可能需要扩大参照系的范围，通过自觉地将大脑状态从贝塔波转变成阿尔法波，逐渐摸索出解决的办法。阿尔法波频率的范围是8到12赫兹，它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舒适。所以我们在完成一个需要贝塔波的认知任务，如计算我们的税金后，可恢复活力。阿尔法波的频率范围意味着它能给你忽略不合时宜的焦虑想法的权利，让你回归一种更加舒适的内心状态。而且在这种状态里，你可以不加判断地接受信息。那达到阿尔法波状态的一个轻松办法是冥想，或者在5分钟内反复地从1到5地数着你的呼吸。然而当你陷入在阿尔法波里时，你会显得对任何事情都过度的冷淡，没有一点紧迫感。一个小伙子在看电视，可能感到饿了，当他母亲叫他吃晚饭时，他却依旧没有动弹。那是因为阿尔法波将他变得温吞，他不仅没有听到母亲的呼声，而且还可能没有留意到饥饿。尽管这种状态让你感觉很舒服，但阿尔法波并不能让你有更多的成就。西塔波的频率更加缓慢，在4至7赫兹之间。这种频率的脑波可以让你的大脑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它们可以消除焦虑和反刍思维，这对上面提到的那位生气的母亲很有帮助。西塔波还能帮助你治愈疾病，不断处在西塔波里可以减少情绪化进食，提升幸福感，还能让你保持直觉敏锐的状态。遗憾的是，相比阿尔法波，长期处于西塔波会让你更加孤独，效率更低。尽管西塔波能够让你获得直觉性的信息，这些信息最终被证实是有用的，但你还是需要将脑波转化成贝塔波，将信息运用到实际中去。德尔塔波可以让你进入深度睡眠，让你恢复活力，它减少皮质醇，让人进入无意识状态。在睡眠周期里，德尔塔波释放人体生长激素、多巴胺和血清素。德尔塔波对睡眠非常重要。当大脑处于清醒状态，大量德尔塔波会释放增强人的怜悯感。德尔塔波的频率范围只在 0.05 至 3.0 赫兹，相当于每秒进行 1.5 到3个能量循环。那如果你长期处在德尔塔波状态，这可能是脑损伤和脑疾病的征兆。尽管脑损伤患者可以产生少量的处于主导地位的德尔塔波，但他们清晰思考的能力会缓慢降低，甚至感觉到迷糊不清。困在德尔塔波里的人往往难以完成认知任务，或者在短期记忆上存在重大问题。如果不进行治疗，长时间使大脑昏睡的慢性德尔塔波将会是从进化性疾病变成大脑恶化的潜在迹象。这种问题需要神经病学专家的介入。最后是伽马波，在35到70赫兹的范围里。这种状态鼓励精神高度集中，让你增强快乐感，产生更多创造性的想法，制定可以完成目标的计划。事实上啊，当你突然蹦出个灵感，那就要感谢伽马波。你形成新念头的前一刻，正是伽马波突增的时候。你的大脑利用这种脑波来切断焦虑和反刍思维的去路。伽马波的增加
通常可以让人们摆脱糟糕的焦虑，增强平和与自我重视的感觉。但是为了能够主动产生伽马波，你必须在冥想训练上花费一段时间。一般来说，高级修禅者的伽马波活动比初级修禅者更多。尽可能地待在伽马波状态里，这看上去很理想，但你必须返回到其他脑波状态里，在这个世界里活动。尽管佛家弟子花时间进行冥想，但他们也必须走出这种状态，在寺庙里劳作。我们往往通过出生的家庭和生活经验来获得我们占主导地位的脑波状态。那如果你的主导脑波是贝塔波，你可能会精力充沛，紧扣目标，且容易兴奋。冥想者可能会更多地处在阿尔法波里，对人和物的反应较为缓慢。西塔波占支配地位的人往往会收集关于他人的信息，并显示出善解人意的倾向。德尔塔波占主导脑波的人可能很艰难地从沙发上爬起来，将事情完成。尽管他们更有思想，更能慎重地评估数据和制定决策。如果你的主导脑波是伽马波，那么你不是僧侣，就是冥想时间已经超过10000小时的冥想者。这种人一般都怀有慈悲心，他们的自我感稳定，不管外界的压力如何，这种自我感都能使他们的内心保持安定。随着年龄的增长，这5种脑波频率的任何一种都是变化多样的，它们时涨时落，取决于我们的关注点、体育锻炼情况以及情绪唤醒水平等因素。你可以利用以下几种练习，让你的脑波变得活跃，消除你的焦虑感。转移你的注意力。你集中注意力的方式会改变你的脑波频率和精神状态，导致思维的默认状态的出现。这种默认状态会影响你感知现实的方式。你呢，是通过你的默认或喜欢的精神状态来看待世界的。比如慈悲的僧侣透过严格遵守教派教规的慈悲的视角来体验世界。曾受过虐待的人通常会高度警惕，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处于贝塔波状态，因此呢，他们很难做出支持和同情的回应。而且常常在日常评论里捕捉到更多个人的批评。那高度警惕的状态确实会让他避免再次受伤，但直到学会如何接受帮助和支持之前，他都很难摆脱他的痛苦。如果你能控制你的注意力，你能控制你的感受、思想和行为，那这就意味着你可以提高积极性，增强担心、勇气、好奇心，甚至意志力。如果你有目的地控制自己的注意力，从人为角度上讲，你就能完成任何一件事。当你通过了以下练习，你会发现你比想象的更有力量。注意力的集中呢，受到调节注意力的神经递质的周期性波动的影响。这种波动持续24小时，以90分钟为一个周期。那这就意味着每过90到120分钟，你就开始无法集中精神，需要休息一下。频率缓慢的脑波增加，你想要集中注意力的努力不起作用。实际上每隔90分钟，你的葡萄糖水平和血压就开始下降。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会在上午10点、下午2点和4点喝咖啡。这些时间点与我们的生物需求吻合。如果我们让它自然发生，而没有尝试使用兴奋剂来缩短它的话，这种自然生物循环可以让你重获活力，重新集中精神。那一旦我们的脑波回归正轨，以正确的比率保持彼此间的平衡，确保某种活动的进行，那么我们就能恢复体力。那达到这种状态的一个办法就是小憩，直至瞌睡一会儿。不要含用含咖啡因的咖啡或更糟糕的东西，
有高含量咖啡因的功能性饮料会使你更长时间陷在一个状态里，你冒着破坏免疫系统的危险，让自己更易于遭受疾病的攻击。那遗憾的是，当我们疲惫的时候，我们并不能仅听从身体节奏的命令，找个地方躺下来。所以呢，另一种增强体力的办法是，每次只用一个鼻孔呼吸。那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你实际上是用一只鼻孔呼吸的。每过90到120分钟就会换一只鼻孔出气。那现在呢，你可以用手指堵住左边的鼻孔，观察它的出气状态，然后再试试右边的鼻孔，哪边出气更顺畅呢？当你需要一个新点子或办法来解决问题，以右侧卧的姿势躺在地板上，直至左鼻孔张开，那新的念头就会像洪水般涌进脑海。其结果是，随着流向每个脑半球的血流量变得相同，大脑获得平衡，这种状态让你获得休息和放松。关注大图像。雷切尔呢，总是担忧别人是怎么看待他的。在工作会议、社会性聚集，甚至电话里，他都密切地关注别人的反应。他们说话的语调，他们是否会对他微笑。他深信，大家不是很喜欢他。他总是反复回想这个问题，这让他筋疲力尽。但是，雷切尔遗漏了别人的微笑、鼓励的话语和声音、闪亮的眼睛和支持性的行为。他的关注点变得如此狭窄，仅仅聚集在他所观察到的消极的事情上，那这只会让他觉得和别人之间的互动是消极的。我们的注意力呢，总是在狭和宽之间反复转移和变化。广阔的视角会获得大的图像，比如驾驶的时候。那狭窄的视角可以得到细节，就像你欣赏油画的一部分的时候。注意力分散的感觉更像是在看一幅打了马赛克的图画。焦虑者呢，往往关注点是狭隘，只是将注意力放在一个问题上，这样呢，会增加他们的贝塔波频率，限制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导致他们开始反刍。狭隘的视角会激活他们逃跑、搏斗或者僵住不动的反应，使他们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中。然而，即使问题已经解决，他们可能还会发现自己陷于狭隘的关注点中，并将它看成一种保护的手段。结果呢，他们再也无法恢复能量。那这种极度关注所带来的压力会深入睡眠、娱乐和人际关系中。为了在人群里感觉更加舒适，雷切尔需要学习如何灵活地转移注意力。灵活地运用注意力。灵活地运用注意力意味着你可以从狭隘的焦点转移到广阔的视野上。那如果你像雷切尔那样焦虑和纠结，那就说明你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在无意中将注意力聚焦在问题上，而不是给自己一段时间休息。只有当雷切尔最终停止关注别人的表情，来寻找别人接受他的迹象，开始在应对别人时领会他接收到的正面回馈，这样呢，他才能学会放下戒备，不再为他在别人眼中留下怎样的印象而焦虑不已。运用你的周边视觉。那导致焦虑和不灵活转移注意力的常见原因呢，是巨大的变动和令你不舒适的环境。你越是觉得有压力，你的注意力就越狭隘和僵化。我们见到朱迪的时候，他正在适应新工作、新城市和新的人际关系的漩涡中苦苦挣扎。为了帮助他重获平衡和镇定，我们教他正确使用他的周边视觉。工作原理呢是这样的：当你注意两旁的时候，视线要朝前看。现在只要关注前方，
让注意力聚焦在强的一点，保持几秒钟，然后转移注意力。当你在望向前方的时候，开始关注周边的情况。当你在留意周围的情况时，尝试着回想聚焦的事情。这是不是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是开启了平静的状态而已。将关注点在宽和窄之间灵活地来回转移，是你每天都需要的一项技能。我们既需要将注意力放在发展顺利的事情上面，也要放在那些糟糕的事情上面。因为我们需要这两种能力。然后呢，将注意力转移到大图像上，客观地看待事物。就像驾驶员一样，那些害怕行驶在公路上的驾驶员会被堵在路上，是因为他们太过关注他们离路边有多近，或离别的车辆有多远，他们忽视了前方和后方，也忽略了任何一处有趣的景色。那过于关注所有靠近的东西，都会使我们周围的环境显得陌生。但是不管你在何地，正在做什么，当你能够将注意力从狭窄转变到分散时，即你可以看到大图像的时候，你都可以立即获得平静，融入平静，在你日常体验中感觉更安全、更平和、更有感悟。改变你的语言。当你在焦虑和反刍时思考，就打开了你的交感神经系统，同时呢，也提高了唤醒水平。当你兴奋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这也是哈佛商学院学者艾利森·伍德·布鲁克斯的研究会吸引所有尝试消除焦虑的人的原因。他发现，当你停止控制你的神经能，而不是让它流遍全身，再用积极的词语来称呼它，你就能更好地控制它。产生神经兴奋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在人群面前讲话的时候，避免或压抑这种感觉的话呢，反而让这种感觉更明显。相比而言呢，你还不如将这种感觉想象成为一股流遍你全身的潮水。那如果你的精神走向另一个反面，让自己觉得很舒适，你就会放松。不是压抑你的紧张，而是告诉自己我很兴奋，或者督促自己变得兴奋。这种策略不是说在你知道事情不简单的时候，还尝试着说服自己那是简单的，而是将你的威胁论思想变成一种挑战心态。暖起来，然后静下去。不管你相不相信，平息焦虑的另一个方法是让你的双手变温暖。你可以增加流向双手的血液流量。那当你感到焦虑不安时，血液从四肢涌向身体的中心，这就是在你恐惧和沮丧的时候双手冰冷的原因。你呢，可以将你的家用温度计作为一种反馈工具，测量你的手指温度，而不是体温。你就能学会激活放松反应。这种反应可以将你烦躁不安的精神状态变成平静、专注和舒适的状态。换句话说呢，就是从贝塔波变成阿尔法波。那以下呢，就是你要做的事情。用胶带将你的食指绑在温度计的测温端，测量你的手指温度，获取一组基线，等待30秒，然后呢，将手指温度记下来。现在呢，你开始思考如何让你的双手变暖。你呢，可能需要想象自己站在海滩上，或者是壁炉前，或者想象你的血液流经手臂涌向双手。你可能感觉到一丝震动或刺痛，血液从身体中心流向四肢，会刺激你阿尔法波或松弛频率。那如果你再次测试你的手指温度，你可能会发现温度升高1至2摄氏度或者更高。那你可能会发问了，为什么不直接摩擦双手呢？
因为通过以上的方式来使双手变暖，就会显示出你的强大。当你了解你的精神的强大力量时，你在其他方面的自信就会增强。那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还有什么任务不能完成呢？那使双手变暖的过程也会让你的呼吸变缓。知道这个道理是好的，因为我们经常被告知，如果呼吸变缓或者加深，我们就能使自己平静下来。但是很多时候呢，提高双手的温度比改变呼吸状况来得更容易。这个练习对我们接下来的方法双侧刺激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进步。3个步，换种心情。那当你真的感觉到焦虑的时候，请进行以下练习。通常而言呢，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大脑会平息我们的负面情绪，如焦虑、悲伤和悔恨。那快速眼动睡眠 REM 往往会对我们的负面信息进行再加工，并将它们放到长期记忆里。在长期记忆里呢，哪怕回想起这些负面信息都不会那么受伤了。有趣的是呢，这种发生在我们多数人睡眠中的天生的治愈过程，也可以发生在任何双侧活动中，比如散步或拍手。当你散步的时候，注意力放在路边风景或者有节奏的步伐上，自己进入一种冥思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大脑就会产生阿尔法波。这种脑波可以刺激有趣的想法和点子，让它们突然跳进你的脑海。你呢，可能会进入一种自然又放松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你感觉时间都是缓慢的，而你呢，还不是太了解自己为一天所列的必做之事的清单内容。这是一个简单却有力的方法，通过刺激左右半脑的血液循环和电活动来干扰和消除焦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在运动之后感觉良好，为什么医生会推荐通过散步来减轻压力。散步呢，是一种特殊的治疗方式，它通过均衡左右半脑的血流量来保持2个半脑之间的平衡。当你焦躁不安的时候呢，负责理性加工的左半脑就会砰一声紧急关闭。然而散步这种双侧刺激就会给右半脑松绑，让我们得以处理我们的情绪。一般来说呢，走上10至20分钟，同时将注意力从问题上转移，你的焦虑就会消失，进而进入平静的状态。这就是释放除了散步呢，坐下然后来回转动你的眼球也是可以的。眼睛来来回回从一侧眼角转到另一侧眼角的运动，复制了快速眼动。你也可以将一个球在2手之间抛动，双眼来回的紧跟着球的轨迹。这样呢，你能迅速地镇定你的神经系统。你的问题不会消失，但你的神经紧张却可以得到缓解。这样你解决问题的心态就会变好了，就能判断原来的困境根本就不是问题了。任何重复的双侧运动，如每次拍打一下你的膝盖或敲一下鼓，都会有同样的效果。我们的一些患者呢，甚至在开车的时候，双手交替地敲着方向盘。但是在做这项运动的时候，务必要紧握方向盘。当你坐下来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将双手手指举到眼睛水平的高度，2根手指来回的活动。现在呢，我们就来试一试吧。这是一个简单的3分钟时长的练习。你需要准备一个网球、苹果或者其他可以轻松在2手间抛动的圆形的小物体。现在呢，开始回想你焦虑不安的事情，并在1至10的范围内给它程度分级。10代表最糟糕、最脆弱，而1代表几乎不值得一提。轻轻地将球在2手之间抛动，并且要越过身体的中心线，抛上6至8次，然后停住，并核实
现在的数字是多少。一直进行这样的活动，直到你手上的数字降至1，再次核实，回想问题之后，你的焦虑是不是远了？那如果你觉得焦虑升级了，那就重新抛球，直到你的数字保持在1上。这个办法也会缓解痛苦和身体的不适。若发现自己在焦虑或者反复纠结在可能变糟的事情上，你就可以进行这项运动。一旦焦虑有所减弱，就试着分析真正的问题所在，试着进入阿尔法波状态来解决问题。学会装腔作势。当你改变你的姿态或者充满自信的站立，你就能改变你的精神状态。社会心理学家埃米卡迪发现，当你以一种强势姿势来改变心理和站姿，你就能激发自信和确定的感觉。在说话和进行各项活动之前，这个姿态是很棒的开端。当你笔直的站立，拥有更多的空间，你的个人力量就会增强。那从生理角度来说呢，身体产生了更多的睾丸素，减少了皮质醇。这个化学转变使你不易感到脆弱，反而感觉更强大。而且呢，只是通过想象自己是神奇女侠或者其他所喜爱的英雄，你就可以完成同样的事情。因为想象本身拥有强大的力量。那奥妙何在呢？因为它将我们的脑波从贝塔波变成阿尔法波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穿着具有高弹性的斯潘德克斯纤维衣服，或者披一件红斗篷走进下个会场。它真正的意思是，如果你通过训练自己的大脑，让自己进入英雄人物式的心态，你的心情、情绪甚至身体将会出现那些英雄的自信和力量。参与到想象中的某些活动中去，你会激活某些想法和神经模式，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思维模式将变成你的第二天性。那如果这5种练习还不能帮助你摆脱你的长期性焦虑，你可能就需要专家的介入了。心理治疗和神经反馈疗法将帮助你学会放松和解决那些让你长期焦虑的事情。如果你难以获得放松，生物反馈疗法可以教会你这种重要的技巧。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你可以运用各种方法来改变你的精神状态。你可以改变你的第一个姿态，当你改变你的姿态或者充满自信的站立，你就能改变你的精神状态。第二个是语言，改变你使用的语言，将我不能学会弹琴变成我选择不去学习弹琴。不说我无法控制自己吃太多，而是说我总是能选择自己吃什么。第三个是唤醒水平，如果你很焦虑并要做出冲动的决定，那么让脑子冷静下来，然后专注于自己内心的焦虑。如果你很难从沙发上爬起来，那么建立一个健身奖励机制吧，但奖品可不能是甜甜圈呢。第四个是心理意象，想象自己处在你所期待的精神状态里，牢记你拥有这种感觉和假设这些细节的时刻。最后呢，告诉大家一个箴言，你对思维和情绪的控制比想象的要强得多。现在呢，你已经发现了一个让你处在更加平衡状态的方法。那进行这些练习只会展示你对心理有多大的控制力。你呢，还必须改变你的心理状态，这样才能控制你的思维、精神状态和行为。那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你如何利用一种称为心智游移的方法改变大脑状态，使大脑进入阿尔法波状态，使你能够获得富有创造性的想法和解决方案。